许多儿童或青少年常常会告诉我们家长或老师，在膝盖或髋关节的位置好痛，甚至晚上会痛醒。这个是所谓的生长痛吗？或是有可能是其他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例如骨肿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相信许多父母与老师常常会听到自己的孩子或周边的学生提到膝盖疼痛的问题。一般大家对于青少年或儿童膝盖疼痛，我想一开始一定是先想到生长痛的问题。确实没错，依照我们过去临床的经验，大约 95% 以上的孩子的关节疼痛都是因为喜欢运动、打球等引起的运动伤害，或者是因为青春期身高快速的长高而引起的生长痛。但临床上有个我们不得不注意的疾病，也同样会造成我们孩子的关节疼痛，就是骨肿瘤。而若我们父母没有及时的注意到，就有可能会造成后续比较严重的问题。因此，如何区分孩子关节疼痛是生长痛引起的，或是其他原因，例如骨肿瘤，是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生长痛。生长痛这个名词的来源，是因为临床上我们发现，在快速长高的儿童或青少年身上，常常会发生关节附近的疼痛，而最常见的位置便是膝盖附近。而生长痛形成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临床上也不会找到任何特殊的因素，例如说像是发炎、结构受损等，而产生孩子疼痛的感觉。因此，甚至有些研究认为，生长痛也有可能是与压力、情绪有相关。那既然没有特别的原因导致生长痛，那我们要如何来正确诊断生长痛这个疾病呢？如同刚刚有提到，生长痛并没有一个特殊的病因所导致，所以临床上我们也没有办法用抽血、X 光或核磁共振等检查来作为诊断。因此，医师若要下生长痛这个诊断时，最重要的就是使用排除法。首先，我们要先需要了解，一般常见造成儿童或青少年关节疼痛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而当我们都排除掉这些问题后，我们才能负责任的说，这是生长痛。而儿童与青少年关节疼痛的常见原因，包括运动伤害、胫骨出脓、骨骺炎与骨肿瘤。那我们要如何诊断呢？第一种，运动伤害导致的韧带拉伤、半月软骨破裂，通常这类的运动伤害会比较有明确的受伤时间与地点。例如孩子会说，我今天学校打球扭到后脚踝开始疼痛，或者我今天在球场抢篮板时着地后膝盖肿起来等主诉。另外，疼痛的位置会比较固定，就是在受伤的那个区域附近。而大多这种运动伤害引起的疼痛，除非比较严重，不然大多在冰敷与休息几天过后便会慢慢的改善。第二种常见膝盖疼痛便是胫骨出脓骨骺炎。胫骨出脓骨骺炎我们称之为 Osgood disease，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疾病。孩子常常会抱怨在膝盖下方的前缘很痛，外观上甚至我们会看到凸起来一颗像是肿瘤的东西，但其实这不是肿瘤，而是因为喜欢运动的孩子在喜欢跑跑跳跳的过程当中，髌骨韧带会拉扯小腿骨的胫骨出脓这个位置而造成的发炎反应。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许多的疾病会造成孩子关节疼痛，但因为都比较少见，所以就不在我们这集的影片来做介绍。而接下来为大家说明的第3种造成孩子关节疼痛的疾病，便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骨肿瘤。骨肿瘤顾名思义，就是从我们骨头上长出肿瘤。根据 WHO 的分类，骨肿瘤可以分为非常多种。我们可以从这张表看出来，有些是良性，有些是恶性。良性的骨肿瘤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大多数追踪即可。但是少部分，例如像巨大细胞瘤等，却会造成严重的疼痛，甚至病理性骨折。而恶性的骨肿瘤就完全不同了，因为长的速度非常的快，甚至会有转移的可能。所以一旦我们在诊断或治疗上有所延迟，常常就会造成孩子严重的影响。因此，正确的鉴别生长痛与骨肿瘤疼痛是必须的。既然我们知道鉴别生长痛与骨肿瘤疼痛是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这2种疾病应该如何来做区分。首先，先感谢医密团队为我们制作的图表，让我们比较清楚的来了解。首先，我们先来看相同的部分。生长痛与骨肿瘤疼痛多发生在6到18岁成长快速的儿童与青少年身上。同样的，都会有夜间疼痛的现象，甚至睡到一半孩子会痛到醒来。这边说明一下，这种痛的感觉不是我们那种被东西撞到或割到后的疼痛，而是有点像是我们蛀牙的那种酸痛感。而生长痛与骨肿瘤疼痛两者不同的，生长痛的痛，大多孩子在运动、打球过程中会忘记这个不舒服，而骨肿瘤造成的疼痛则是会在运动中持续，甚至因为骨结构被骨肿瘤破坏而更加疼痛。另外，生长痛的位置大多会跳来跳去，上周在左边，这周在右边，前天在膝盖上方，今天在膝盖下方，有时疼痛处在骨头，有时疼痛处在肌肉附近。而骨肿瘤疼痛就不会这样变来变去，因为肿瘤侵犯特定的骨骼位置，所以骨肿瘤的疼痛是定点的。例如固定就是左边膝盖上方，或是右边髋关节下方，并不会变来变去的现象。另外，骨肿瘤若发现的时间比较晚，有时会看到或摸到凸起来一颗肿块，这也是在生长痛不会看到的。最后，若我们用 X 光进行检查时，生长痛是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反观骨肿瘤便可以看到一些病灶的发生。相信借由这个图表，大家应该对生长痛与骨肿瘤疼痛的区分有更清楚的了解。身为一位骨肿瘤医师，临床上比较不舍的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父母很自责的带孩子来到我们的诊间，因为孩子一开始提到有关节疼痛时，我们做父母的没有马上警觉这是肿瘤引起的疼痛。但我想这并非全然是父母的责任，因为骨肿瘤发生的机会真的是太低，且症状与生长痛几乎是一模一样，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也不容易做区分，更何况是一般的父母。而这部分的卫教宣导，也是我们中华民国骨肉癌关怀协会在2006年成立时最重要的使命。过去10年前，在诊断出骨肉瘤的病童，有1半以上被误认为生长痛或运动伤害，而接受过不适当的治疗。而在近几年，在大家一同的努力之下，这个比例已经下降至 19.8%， 这是一个很令人骄傲的成果。而希望借由今天的这部影片，能让更多的家长与学校师长知道有骨肿瘤疼痛的这个议题，进而更能主动与提早区分与生长痛的差异，帮我们的孩子把关。
今天我们的介绍就到这边，希望各位父母都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生长痛与骨肿瘤疼痛的不同。有任何骨肿瘤相关的问题，欢迎下方留言。想了解更多骨肿瘤、软组织肿瘤的相关知识，或您想了解我们中华民国骨肉癌关怀协会对病友的照护，请上我们的网页，下方有连结。我是吴伯圭医师，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次见。